Hello，屏幕前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人在葡萄牙，每天都在这儿接受葡萄牙神奇操作、刷新三观的博主，人在葡萄牙。大家都知道呢，葡萄牙是个著名的养老圣地，阳光、沙滩、慢节奏。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这里的日常生活和新闻，有时候堪比好莱坞大片啊。今天呢，我就带大家足不出户，感受一下这个神奇国度最近发生的极度魔幻、搞笑且反差拉满的头条新闻。废话不多说，系好安全带，咱们的葡国奇葩大巴马上起飞。首先呢，进入咱们今天的新闻速读环节，看看最近葡萄牙各界都在整什么绝活。第一个，变色龙纳扎莱沙滩。前一天，著名的纳扎莱海滩因为水质检测不合格，被紧急禁止下水游泳。市政府急得直跳脚，拍着胸脯保证，绝对没有向海里排放任何污染废水。结果呢，仅过了10几个小时，复检结果一出，红旗变绿旗，嗨，尽情游吧您嘞！这反转快的，细菌听了都得连夜买站票逃跑。第二个，超越时间的葡国效率。大家还记得之前 Gloria 升降机的那次事故吗？官方最近表示，关于这次事故的最终调查报告，预计将在2027年第一季度出炉。是的，你没听错，一个电梯事故的报告要写到2027年，这效率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在研发曲率引擎呢。第三个，搬家公司的克星，搬家太贵怎么办？葡萄牙国民警卫队 GNR 的一名军官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省钱大招。怎么呢？直接开着警队的公务车给自己搬家，警车开道，公器私用。这波操作直接省下了几百欧的搬家费，就是不知道他的年终奖还能不能保得住。第四个，环保主义的未来希望。在塔布尔这个地方，一名年仅13岁的小老弟儿拿着一个打火机，在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情况下，顺手点了三片这个森林大火啊！小伙子，你这不叫没有危险意识啊，你这直接是把消防员叔叔的 KPI 给提前烧出来了呀！第五个，20欧元的诗和远方。当然呢，也有好消息，从9月第3周开始，只要花20欧元就能买一张绿色铁路周票啊，那个 Pass Ferroviário Verde， 畅行里斯本和波尔图的城市铁路，甚至一路能做到 Braga 和 Guimarães 啊，只要20欧，你就能体验到，在葡萄牙，虽然火车经常晚点，但是我便宜呀。好了，速读新闻完了，接下来咱们挑几个含金量极高、反差极大的卧龙凤雏新闻，给大家进行一个深度剖析。第一个，奥迪维拉的拼爹天花板啊，叫死了也不放过你的退休金。在葡萄牙里斯本的奥迪维拉有一对小夫妻啊，最近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榨干父母最后的剩余价值。这位儿子和怀有身孕的儿媳妇儿，竟然和老父亲的遗体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了整整2个月。你没听错啊，跟他父亲的遗体。为什么要和一具遗体朝夕相处呢？难道是因为感天动地的孝心吗？不，那你错了。警方调查发现，他们只是为了继续假装老父亲还活着，然后好按月领取他的退休金。2个月啊，朋友们，在密闭的空间里跟一具腐烂的遗体天天说早安，这心理素质不去演恐怖片真的可惜了。但最搞笑、最具反差感的部分来了，这位大孝子最后是怎么被警察发现并抓到的呢？是因为这个邻居闻到臭味报的警吗？不是啊，是因为这个社保局发现数据异常吗？也不是啊，为啥呢？是因为这个家伙吧，之前有一个没有交的罚款，然后被警察传唤逮捕，结果警察一上门，
就顺便把这个惊天大秘密给揪出来了啊！这可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但是就是漏不掉你没交的罚款。为了几百欧的退休金，忍受2个月尸臭，最后败在了没交罚款上。这一波智商操作，我给满分，牛！咱们接着往下看啊。众所周知，里斯本的425大桥是一座横跨特茹河的钢铁巨兽，平时汽车开上去都得小心翼翼的。然而前几天深更半夜，一位硬核老哥决定挑战物理学极限。他喝得烂醉啊，体内酒精度高达 2.25 克每升。他没有开路虎，也没有开法拉利，而是骑着一辆共享电动滑板车在大桥上逆行啊！大家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午夜海风呼啸，大桥上车流滚滚啊！一个醉鬼逆着车流，骑着一辆时速最多20迈的电动滑板车啊，像个暗夜骑士一样迎风滑行。最搞笑的是，新闻里报道称说他卡在大桥中间了。为什么呢？因为大桥实在太长了，滑板车可能是骑到一半没电了，或者他自己脑子转不过来，直接在桥中央进退两难，结果是被赶来的警察逮了个正着啊！顺便科普一下啊，葡萄牙的新交规，滑板车驾驶员如果醉驾呢，是会被吊销汽车驾照的。这位老哥可能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没开车啊，就是因为喜欢骑这个共享滑板车，把自己的汽车驾照给作没了啊！真是不怕队友喝得多，就怕醉鬼上大桥骑电动滑板车呀！好，我们接下来接着看另外一个啊，这个反差巨大啊，让人怀疑人生的新闻。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退休的足球运动员要么是去当教练，要么是去电视台当足球解说员。但是前塞尔维亚足球运动员，这个叫乌鲁斯米洛舍维奇，退役后觉得这些路子来钱都太慢了，于是他决定加盟巴尔干黑手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毒贩。最近呢，这位前球星在葡萄牙被警方逮捕，当场缴获了整整 1.5 吨的可卡因啊！1.5吨呐，只要是在球场上，他可能一辈子也踢不出这么多有重量的球啊！曾经用双脚给球迷带来欢乐的他，如今用 1.5 吨白面带给警方震撼。不得不说呀，这跨界跨的直接从体育频道跨到了法制进行时啊！看来球场上的盘带技术确实很适合用来在海上躲避警方的巡逻艇。好了，最后呢，咱们来聊聊葡萄牙的高层吧。这个司法警察局局长Luís Neves 最近是深陷舆论漩涡啊。这位反腐和打击犯罪的头号人物被爆出没有向这个透明度实体申报他妻子的2辆汽车。更绝的是，他还挑战了安全协议，直接驾驶了一辆被司法警察局扣押的车辆就出去了啊！局长大人心里这个在想说，我是警察局局长，我开扣押的车怎么了啊？这叫亲自测试证物的性能啊！难怪在野党和各路政客最近天天在电视上激情开骂，怒怼政府，说这人怎么还没下台啊？果然，在葡萄牙，最精彩的戏码永远在官场上上演。好了，看完这么多荒诞、搞笑又反差极大的葡萄牙新闻，你是不是对这个国家有了全新的认识？这里的生活虽然很慢啊，但绝对不会让你感觉到无聊。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吐槽视频，千万别忘了给博主点赞、关注、加转发。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继续在这儿替大家承受精神打击、搜集奇葩新闻的最大动力。我是人在葡萄牙，带你用最戏谑的视角看最真实的葡国生活。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不见不散，拜了个拜。